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预约破300万，话题45亿。云秀行为播先报，李一桐曾顺西先婚后爱搞事业，邓为一人分饰两角疯批出圈。一部还没开播的古装剧，爱奇艺预约量3天就冲破了300万。抖音相关话题阅读量狂揽45亿。更离谱的是，连日本电视台都等不及了，提前砸钱抢下了播出版权。这阵仗，知道的说是待播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顶流在开全球巡回演唱会。这部让平台和海外都坐不住的剧，就是《云秀行》，改编自日本作家雪乃沙一的经典小说《彩云国物语》，但他的野心早就跳出了古装爱情的框框。故事一开场就给了所有看惯傻白甜女主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李一桐演的范云，虽是名门之后，家里却穷得叮当响，只能靠当私塾先生糊口。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，想入朝为官，干一番事业。可那个时代的铁律是，女子不得参加科举。转机来了，朝廷重臣萧太师找上门，用一笔重金和一个贵妃的虚衔，请他入宫去辅佐那位传说中昏庸无能、吱吱玩乐的年轻国王齐征。这听起来像个华丽的陷阱，但对范云来说，这是他唯一能接近权力中心、实现抱负的机会。他进宫根本不是为了争宠，而是去上班的。江南水患，赈灾银两被层层贪没，范云查出账目猫腻，竟敢抱着证据直接闯上朝堂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黑幕撕了个粉碎。这份胆识和魄力，震动了那个假装荒唐的国王齐征。曾舜晞演的这位君王，表面沉溺声色，实则是在等待流亡的兄长归来，自己好卸下重担。范云的出现像一束强光，照进了他伪装的世界。两人从最初的互相猜忌、利用，迅速转变为目标一致的革命战友。他们联手干的最轰动的一件事，就是顶着满朝保守派的滔天反对，硬生生推动颁布了允许女子参加科举的新法令。法令颁布那天，范云自己第一个报名，最终以探花及第，成了彩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进士。这不是什么霸道皇帝爱上我的戏码，而是一个女人用才华和勇气，在铁板一块的男权世界里，为自己也为所有女性凿开一道光的故事。李一桐为了演好范云，提前啃完了唐代女官制度的相关典籍。剧中她从布衣到紫袍，换了足足47套造型，最重的一套朝服有8斤，走路都需要2人搀扶。一场跪听圣旨的戏，她拍了8个小时，膝盖肿成馒头也没喊停。曾舜晞这次彻底甩掉了阳光少年的标签，导演要求他一个眼神里要藏3种算计，他就对着镜子硬生生练了2周，连手指转扳指的频率都精心设计过。他写了8000字的角色小传，里面详细标注着齐征每一次摆烂，其实都是一次对周围人的试探。但要说最卷的，还得是邓为。他在剧里一人分饰两角，白天是温润如玉、精通音律的贵公子正室，夜晚则化身戴着异域鎏金面具，行事狠厉的疯批反派娄启言。拍一场自己和自己对决的戏时，他吊着威亚连续翻转了12次，腰伤复发贴满膏药也坚持实拍，全凭眼神切换。白天的正室演韦代柔，夜晚的娄启言眼底藏兵。这剧的配角阵容，如今回头看，简直像一份娱乐圈预言书。2023年开机时，戴璐娃、王以伦、田家瑞还多是潜力新人。2年过去，个个都凭其他作品人气飙升。
网友戏称，选角导演怕不是开了天眼，光有好演员还不够，云秀行在制作上的较真程度有点疯魔，光是服化道就砸了8000万。李一桐那套最重的官服，用的是云锦和克丝手工缝制，上面一只仙鹤的刺绣就要耗费绣娘1800个小时，丝线被劈成32股，4开镜头对脸拍都看不见线头。曾舜熙的龙袍，先用3D 打印做出骨架，在手工缝制锁边，连内衣都复原了明代贴里的款式。剧组甚至专门搭建了一座彩云城，紫沉淀地砖的缝隙里，填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明代碎瓷片。赈灾账簿的道具直接复刻了宋代的珍品，连重铸的眼都做得一模一样。一场星象占卜的重头戏，剧组追加了800万特效，做出了电影《长安12时辰》里那种级别的沙盘，连流星划过的轨迹都标得清清楚楚。或许正是这份不糊弄的劲儿，让云秀行在杀青后沉寂近2年，依然能引爆市场。他曾在2023年6月开机，却因版权和备案问题一度受阻，甚至尝试改名云起时重新申报，直到2025年7月，才终于以原名成功备案了36集。2025年9月正式官宣阵容并发布预告后，预约数据便开始一路狂飙。爱奇艺为这部剧也玩出了新花样，除了正片，还同步开发了衍生短剧和互动剧，甚至传出结局可能会参考观众投票进行调整，让追剧的人也能过一把编剧瘾。虽然具体的定档日期还在猜测中，但从它稳居爱奇艺待播古装剧预约榜前列、热度断层领先的架势来看，很多人已经把它预定为2026年不得不看的那一部。说到底，云秀行能火，并不是偶然。它本质上抓住了一件事：观众已经不满足于看爱情，而是更想看人物如何改变世界。当李一桐饰演的范云站在朝堂上撕开黑幕的那一刻，这部剧的爽点就已经和传统古偶彻底分道扬镳。再叠加曾舜熙的权谋反差、邓卫的双面封批，以及制作层面的高完成度，它自然具备成为年度爆款候选的全部要素。当然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开播之后，因为所有未播先爆的剧，最终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：热度是不是配得上内容？